啊，哎，等了这么久都没人来，咱们出去走一走吧。啊，不行，万一一会儿来病患了怎么办啊？这眼看快到饭点了，应该没有病患会这个时候来吧？那万一来个疾病的，你不在，岂不是耽误人家性命了？再等等，马上就来人了。九哥，怎么是你啊？郡主在找谁？哦，没谁。那个，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我没有不舒服，我是来找福医师的。从今天起，福医师就是城主府正式任命的令史，专管验尸查案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！终于不用担心咱们小命不保。哦，多谢郡主，你们先忙，我先告辞。多谢九哥，九哥慢走啊。医师，救命啊！医师，救命啊！我弟弟服了别家医馆的药，这才不到半个时辰，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医师，求求你一定要救下我弟弟的命啊！把人扶过去，快！哦，好。他服药前有什么症状？他就是捂着胸口说疼。这病患是不是你找来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太假了，也就虎虎浮生那个呆子。都是府上的下人装扮的，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有病人啊？也是。从他面相和脉搏来看，不像是心急，最多就是脾胃失和。你们确定他有心结？确定，您就当心急给治吧。行，治心结嘛也简单，待会儿拿金针，这儿扎一下，这里扎一下，这儿再扎一下。顾天儿，把针拿来。我好了，福医师妙手回春，大恩大德，小人永生难忘。人都走了，你们俩谁找的？大东家不让我说。顾天，你文觉，你是不是觉得开个医馆特别好玩？你要是为了玩，我没时间陪你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承认找假病人是我的不对，可我不是为了玩。我担心没人找你看病，你心里会难过啊。可是你这样只会让我更难过。行，我一定给你找来真的病人。你还真是个呆子。什么意思？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顾天，你给我过来。各位街坊，我们医馆文福堂新馆开业，坐堂医师福寿，师承神医华佗，人心甚实，医术高明，各种疑难杂症均能药到病除。另外，今日前30位看诊者送养生方一副，先到先得啊！而且啊，我们的文福堂郡主可是大东家。没错，这文福堂是我开的。这样，
今天来看诊的人一律诊金减半，怎么样啊？这个不行。我是东家，我说了算。哎，完了完了，郡主开的医馆，万一治死人了怎么办？治死人了怎么办？哎，你们别走啊！走，快来！喂，哎，郡主啊，嗯，你可真是深得民心啊！你有心事？你说我昨天是不是说错话了，让文觉生气了？你才反应过来啊？我真的说错话了。文觉也是大度，也不让九哥过来揍你。就要道歉去。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明天再说吧。不行，有错就得认。哎，你不用去了，人来了。对不住，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我那天不该乱说话，错怪你。你又怎么对不住我了？我后来才知道，没人来看病是因为这医馆是我开的，是我连累了你啊。别这么说，你没连累我。我连累了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有。真的没有。真的有。哎，停！要聊就出去聊，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哦。你在想什么呢？福生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勉强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开这个医馆的话，那就不开了吧。你到底为什么想开个医馆啊？为了报答你啊。可是报答有很多种方式，你一定有其他原因吧？我呢，自幼娇生惯养，又不知世事，总觉得天要是塌下来，还有我爹顶着呢。可自从我爹病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贪玩下去了。他虽然被你治好了，但还需要休养，所以我得学着担起城主府的重担，帮我爹为西川的百姓做点什么。一来向他证明我已经长大了，二来也想让西川的百姓过得更好一点。所以你才想开这个医馆？我知道你一心就想寻找那2块玉的线索，可是这跟治病救人并不冲突啊。而且你若是在西川都找不到消息的话，那你去别的地方就更没可能啊。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留在西川的。你想让我留下？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就是说，你医术这么高明，要是被埋没了多可惜啊！我是为了西川的百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。你能为西川百姓做这么多好事，讲实话我很惭愧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也很好。你说的对，文觉，治病救人和寻找天书不冲突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这文福堂一定要开下去。
你真的这么想？真的。还是没人来看病啊？我有办法。这服医师真是神了，几针下去，我这多年的老毛病竟这么好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看诊和抓药都不要钱，简直就是神仙菩萨。哎，我要回去告诉乡亲们也赶紧来。走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阳脉不弦，腹中半而不在，舌黄口干，胃气不平，此为寒，当以温药服之。这样，我给您开一副暖胃汤，您拿回去曲水9升，煮取3升，以3服饮之。若是还未下痢，到时候再来找我。哎，辛苦大夫了。下一位。您要干嘛？给你看着时辰要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想干什么啊？我没有。趴好别动啊！你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你看他，不仅看诊不收钱，连抓药都不收钱啊！这不大家都想来试试，我抓药去了。弟子胡洛拜见老师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服医师，这孩子一直跟着我在春云阁讨生活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想让他跟着你学些本事，以后在西川也能有个谋生的手段。说下吧，这医馆正好缺个跑腿打杂的。我也需要。你能做吗？我在春云阁也是做这个的。那太好了。行吧，既然东家都说了，那你就留下吧。虽不能收你为徒，但好歹也能教你些本事。多谢服医师。哎呦我，你干嘛？马帮办事，无关人等都给我出去，滚！屈不怀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郡主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那你来干什么的？找他。找我？看病啊？本将军奉车帮主之命，有要事与浮生单独相谈，还请郡主给个方便。我提醒你啊，浮生现在是城主府的人，你欺负他就是等于欺负我，你可想好了？郡主无需多谢。你走吧。请坐吧。回师，将军不用多说，看将军脸色发白，穿的又这么多，很明显是畏寒肢冷。将军最近可有口苦咽干、小便赤黄之症啊？正是。来，我来给你把个脉。张嘴，伸舌头。伸大点。哎呀，将军这是心脾受损，病及阴阳冲脉，导致气血两虚，还有点筋脉失养啊。说人话。阁下肾虚。
果然神医，可有解救之法？有啊，只不过这最后一味药，将军得晚点来。副长，你若真能治好我的病，我从此不再找你麻烦。好啊，倘若此事被旁人知晓，后果你知道吧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哎，四娘，生意太好，你悠着点接客，空房都快没了。好，房间还没好，您先等会儿啊。起来了。呀，四娘，你昨晚烧高香了？怎么这么多客人？哼，以我四娘的姿色，自然有人慕名而来。我还需要烧高香吗？哎呦，掌柜的，您哪来的自信啊？嘿嘿。咋啦？不服啊？服，老板娘，我的房。等着。哎，打听一下，今天什么日子？小哥，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？看他年纪轻轻的，相貌也不错，怎么连这事都不知道啊？就是啊，你不会连燕春阁都没去过吧？没去过啊，怎么了？燕春阁头牌青云姑娘拍卖出夜权，大家从各地赶来啊，都想得一夜之欢呢。那干嘛非得住凡舍啊？住燕春阁去啊！嗨，燕春阁满房了，否则谁住这破地儿？就是。我说你俩，一个长得人模狗样，一个年纪一大把，有钱的话多做点善事儿，保重身体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只剩1间房了。哎，老板，我给我想要房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美吗？美若天仙，艳如桃李，说的就是你啊！谁说你不美啊？知道他一定可以。您看那是不是唐公子啊？是，早就听说青云姐姐和唐公子的关系不一般。这要是让柳娘知道了，放心，柳娘我已经叫人看起来了。柳娘性子要强，万一闹起的话，哼，咱们燕春阁的姑娘哪个不是狠角色呀？风水轮流转嘛，唐公子弃了柳娘，看上他，也不足为奇。别的不说，光是年纪，柳娘就被甩下好几条街。
要不然这头牌的位置，如今怎么会是青云的？男人嘛，都是见一个爱一个的。不过今天还是得按规矩来，也算是考验考验这唐公子对青云到底有多喜欢。怎么考验？哎呀，你傻呀！唐公子他要是够喜欢青云，待会儿竞标的时候，这钱上……我懂了。要是唐公子够喜欢青云，那钱上一定不会小气。不好了，里面闹起来了。走。哎呀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拍卖初夜呢，就意味着炫富，炫富就意味着打赏，打赏呢就意味着发财。你不想发财吗？对哦。蹲下。那来吧。哎，咱俩为啥不走正门呢？哎呀，街坊看见了，说咱俩是嫖客，脸往哪儿搁呀？先说好了啊，赚了钱的对比，独吞死全家。哎，废话咋那么多呢？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我看见他了，你们让我进去！六娘，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他对我是真心的，让我见他。唐公子是来看青云的，今天来的可都是贵客，有你这么给金主惹糟心事儿的吗？带走。我天，怎么还打人呢？谁？哎呦！暂且让他在这儿待着吧，过了今天，让他滚。亲爱的贵客们，青云的初夜拍卖会正式开始。我出1000文。1000文。我出2000文。王公子出2000文。我出3000。3000文了，刘公子真大方。5000文。5000。君安，10匹。捐10匹，还有出价的吗？唐公子出价10匹券啊！20匹，100匹。唐公子券100匹，还有出价的没有？在跟本公子叫板吗？哎，算了，人家可是唐家公子。恭喜唐公子！哎呀，再次恭喜唐公子啊！恭喜唐公子进洞房了！李少卿，尸体呢？在楼上。双燕，去楼上看看。这里好气派啊！李少卿，这件案子有些蹊跷。怎么蹊跷？10年之前，我们几人正在巡夜，见一名妇人宵禁后骑马上街。我们跟过去一看，那名妇人被拿1剑刺死。事后得知，她是铸剑师郑世杰之妻。据说，郑世杰铸成宝剑之后，
忽然暴毙，在那之后，其妻女也先后死于非命。可后来，那把剑竟然不见了，所以，你认为这可能是邪灵作怪？正是。本案的2名目击者称唐元也死于飞剑。老大，怎么样？尸体检查过了，唐公子的确是死于剑上。萨摩，你觉得？萨摩，萨摩多罗。什么？柳娘跑了？我不是让你把她看好的吗？属下无能。闭嘴！此事不许声张。我看唐元8成就是他杀的，这要让外人知道，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啊？谁？我胆敢在此偷听？我没偷听啊。那你在做什么？听。上。大胆！大理寺办案。官人别误会呀，方才我确实是提到了柳娘杀人，但也只是猜测，并无证据。那柳娘现在人在哪？跑了。找到她。是。柳姐姐一定不会那么做的。我从小跟着她长大，她是连蚂蚁都不忍心踩的人，怎么可能杀害唐公子呢？你既然知道她爱慕唐公子，你还……男女之事，谁说的准呢？看来你还真是挺爱慕唐公子的嘛，把他的名字带在手上。您见笑。哎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来，李兄，来，我们喝一个啊。这剑怎么看也就是把普通的剑啊。要我说呀，这就是情杀。那燕春阁的老鸨说得很清楚，这一开始啊是柳娘跟唐公子好，后来呢唐公子变心，柳娘由爱生恨，悲从中来，一剑刺死了唐公子。那你说说看，这柳娘是怎么让剑悬空刺死唐公子的？难道是她召唤出了剑灵？绝无可能。哎，干嘛去？我要再去看看青云姑娘的房间。
三毛，柳娘找到了。青云，你给我出来！好好的娘子，怎么就在他的房间里丧了命啊？柳娘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再胡闹，休管我不客气！我要跟那个贱人拼了！跟谁拼了呀？哎呦，两位官人又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给你们安排安排呀。不用了，有话要问你。您尽管问。帮母，你对姑娘们可够大方的，她们的衣裙都是用天蚕丝做的。公子说笑了，这天蚕丝啊，只有当初唐公子送过良品给当时还是花魁的柳娘。柳娘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认罪吗？这根是我刚刚在青云房间里发现的丝线，是天蚕丝。这种天蚕丝坚固不易断，而且透明不易被发现。青云的房门上有2个小孔，有人用天蚕丝穿过小孔，把剑绕梁悬挂。只要外面有人一推门，丝线受力正断，剑就会刺向唐公子。这也不能说明就是柳娘杀了人呐。这找到了，老大。正如保姆所言，这燕春阁里好像只有你柳娘才有天蚕丝做的衣裙吧？当真是你杀了唐公子？他说过要娶我的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跟我们走吧。想不到这个柳娘啊，还是个情种，她为了个男人。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哎，老大，哎。贪钱多俗啊！哎，关于这个案子啊，我是这么看的：尽管能够用机关暗算唐公子，唐公子又不傻，他干嘛不躲呢？再说了，凶手又不在现场，怎么能确保一剑就能刺死唐公子？说下去。哎呦，这块怎么老擦不干净啊？怪了！哎，你过分了啊！你会不会是看上柳娘了？依我看，她都已经认罪了，没有必要再追究嘛。哎，本着对每一个生命都负责的态度，查，使劲查。哎，对了，如果真的是柳娘做的，她为什么一定要按照10年前的方法来杀害唐公子呢？难道咱们抓错人了？我现在就回大理寺，让他们把人放了。等等，不行，现在是柳娘自己认的罪，没找到真凶前，不能轻易把她放出来。依我看嘛，我们还得先从那把剑入手。这个是你们铺子里面全部的布样了吗？啊，是。行，我再看看。哟，哎，老板啊，这家店以前是铸剑铺吧？2位官人，还是请你们离开吧。啊，我们是大理寺的，请你配合调查。老板，你也别怕，我们就随便问几个问题，
两位官人是不知道啊，当初我盘下这家店，是费了很大功夫啊。盘下了之后才知道，这里原来横死过一家3口人。你对那一家3口了解吗？只听说那对夫妻是有名的铸剑师，向来是乐善好施，平素也没听说得罪过谁呀。恐怕是得罪了剑灵，才遭致横祸呀。剑灵？是这个吗？哎，不是，这就是当时那把剑哦。离我远点。怎么？我老王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啊。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周围店铺有没有与当时这对夫妇比较相熟的？难了，连花儿都一天一个样，就别说这长安城里的铺子了。您明天来看到这一条街都换了新铺子，哎，那都不稀奇啊。走，哎，去唐公子府上看看。唐掌柜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丧事办得这么潦潦草草的，看来唐公子也没有多受宠嘛。是啊，一个吊唁的都没有，这人缘啊！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，各位官人，请随我来。请，官人们里面请。犬子不孝，让3位官爷受累。那人已伤心过度，已多日居于寝中，还望3位多多包涵。唐掌柜，这位是萨摩多罗。平时说话有点不够脑子，待会儿若有什么不妥，还请见谅。哎，谁说话不过脑子啊？我也不是小气之人，但说无妨。那好吧，听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吧？方才我看，这丧事也办得太……是草率啊！说出来都丢人呐！我这犬子竟然在那种地方丧命啊！家门不幸啊，怎么生出这么个孽子啊？唐掌柜，容我多嘴问一句，贵公子可得罪过其他什么人吗？他正是啊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恐怕早已招惹了不少人。我看呢，就算他不是被那妓女所杀，早早晚晚也会死于非命啊！依我看，他就是活该呀！不提了，不提了。真是一把好剑，确实是好剑。我是说，剑好，人也好，人剑合一。贱人吗？我觉得奇怪的是，唐掌柜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儿子死了，非但不伤心，而且还说活该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这把剑，唐公子一直随身带着，而且我刚问过仆人了，这把剑是他从古董店买的。对了，子素，这唐掌柜什么来头？唐掌柜之前干过什么买卖，没人知道。几年前开始做茶叶生意，没想到一夜暴富。听说他很少与人来往，白天老老实实做生意，晚上就关起门来自己过。这种生意人真的很罕见。难怪唐公子去世，也不见得有人前来吊唁。哎，依我看，也别扯那些没用的，现在还是剑要剑，多有趣儿啊！剑剑剑灵，还是贱人吗？这把剑虽然是我卖给唐公子的，但他的死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老板，不是我要为难你，只是唐公子的仆人说，这把剑就是在你这儿花了大价钱买的，但这剑是10年前一件命案的凶器。那我想问你，那这剑
怎么就还当成古董卖了？哎呦，几位官爷也不是不知道，现在生意难做。当年我刚开这个店，有个人拿着剑来卖，一试，这剑吹毛断发，锋利无比，我当场就收了。可谁知道那天唐公子来，一眼就看上了这把剑，说是要买给他喜欢的姑娘，我就高价转给他了。什么？你说是给喜欢的姑娘？对，这唐公子是谁呀？长安城唐掌柜的独生子呀。我问你，那把剑是谁卖的？是个官差，听说退职还乡啊。看来是10年前的案子的衙差了。禀少卿，当年的衙差带到。官人，小的冤枉，小的冤枉！小的当时就是缺点钱，小的哪儿也不行，就是跑得快。那天我第一个赶到案发现场，但是当我到的时候，那妇人已经躺在地上了。小的一时财迷心窍，才将这剑偷偷地藏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根本没有什么剑悬空刺死那妇人之事。啊！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当时我看见那妇人胸口插着剑，四下无人，必是鬼神。我一说剑灵杀人，大家全都慌了，吓得六神无主。我这才得空，把剑藏起来带走。原来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侵吞私财，散播谣言，该当何罪？官人饶命！官人饶命！饶命啊！官人，小的也是被人所惑。之前我见过那剑，有人告诉我剑里藏着剑灵，否则见了死人，我也不会往那儿想啊。我问你，告诉你说剑里有剑灵的人是谁？是铸剑师郑氏的他们家伙计，好像叫阿全。阿全？10年前郑氏一家3口的灭门案。还请紫苏姑娘帮忙查一查，看看伙计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阿全的，他的全名是啥？户籍册里只有他们一家3口的名字，恐怕那家伙还没有入籍。郑元婉。郑元婉是谁？是郑氏夫妇的女儿。她要是没死的话，差不多跟双叶一样大。唉，忽然觉得好闷呐。三炮，咱叫上李治去趟唐掌柜家吧。他不是说要请咱们喝好茶吗？人家只是跟你客气客气，你还真当真了。哎，我这人就是什么事都当真。哼，走着。唐掌柜，我们仨没打招呼就到贵府，给您添麻烦了啊。上次没招待好各位，这次也算是赔礼道歉啊。唐掌柜，我听人说啊，您现在也算是长安城里的大户，却鲜少与人交际，为什么？我猜，应该您是生性内敛，不善交际，对不对？看来你是很了解老夫啊。唐掌柜，您做茶叶生意，差不多也10年了吧？是啊。10年前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一介农夫。哦，10年前，您可曾认识一对铸剑的郑氏夫妇？不曾认识。哦，那我一定是猜错了。您手心的粗茧，以及肩膀上的肌肉，原来是耕田所致。你们今天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嘛？直说，别在我这拐弯抹角。阿全，阿全是您小名吗？我说过，我不认识郑氏夫妇。
哎，你招了？什么？哎，我之前我没说过阿全跟郑氏夫妇相识，您又何必急着否认呢？对，是我杀了他们。哦，可是当年我没有偷钱呐。我给他们干了那么多年，就因为少10文钱，他们就怀疑到我身上。当年我拜师学艺，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教会我铸剑之术啊，可就是为了10文钱呐！从此就对我冷眼相待，非打即骂，只让我做些粗活。我偷偷铸出那把宝剑，他竟想让我把它毁了。毁我心血者，我必毁之。唐掌柜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如今我那犬子也因这样做的丧命的那把剑下，真的是因果报应啊，是剑灵的诅咒啊！的意思是，你儿子不是你杀的？得罪啊，得罪啊！我给你烧钱了，待会儿要是见面了，你可别咬我。谁？干嘛呀？半夜吓唬人！你知道宵禁已经过了吗？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不是有李少卿罩着我吗？天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，何况你个无名小卒？哎，真是人情冷暖呐！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查案，天知地知，我知。别卖关子了，知道什么就赶紧说。不都说郑氏一家3口都死了吗？可是呢，小女儿没死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那个棺材里面是空的。你刨了人家的坟呐！说什么呢？这么难听！查案需要，查案需要。哎，不，你这也太下三滥了吧！我回来喽！哎，我说双一，哎，大晚上的瞎跑什么呢？他叫我去的。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萨摩让我潜入唐府灵堂，再仔细查验唐公子的身子。你这胆儿也太大了！哎，你要不要也死一回，让我看看你的小身板啊？不用，谢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。查得怎么样？我仔细检查了唐公子的尸体，剑伤是没错，不过我发现一个伤口被插入了2次，而且应该是同一把剑所为。哦，还有，第2件应该是唐元死后才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唐公子在青云姑娘和侍女进屋前就已经死了？那这唐公子到底是谁杀的呢？青云姑娘，杀害唐公子的凶手就是你。
大理寺办案，都靠边站，谁也不许出去。靠墙。柳娘不是已经认罪了吗？再说，我有何理由要杀唐公子呢？柳娘之所以会认罪，我推测应该是她见唐公子已死，伤心欲绝，一心求死，才会替你顶罪。这不过是你的推测而已。难道仅凭推测，你就可以定我的罪吗？我能否看看你手腕上那个镯子？妇人之物，不便与男子细看。依我看，不是不便交与我看，而是根本取不下来吧。把你的右手抬起来，快点！如果是后来打的镯子，镯子应该比手腕宽，就像保姆手上那个。而你这个镯子，是紧紧锁在自己手腕上的。所以我想，这镯子是你从小就佩戴着的，从未取下来过吧？你镯子上刻着的“元”字，不是唐公子唐元的名字，而是你的名字，郑元婉。当年你父母被唐公子的父亲唐一恒杀害，你为了替父母复仇，才设计谋杀了唐公子。但是当时，侍女是陪同我一起回屋的，和我一起看到了唐公子被刺死。我哪里有时间去杀害唐公子呢？你之所以让侍女陪同你一起回屋，只是想利用她作为见证人。当时唐公子早已被杀害，你布置机关，只是为了让侍女看到那把剑悬空刺向唐公子。随后，你让侍女出去叫人，再利用此刻将剑插回伤口，造成飞剑刺死唐公子的假象。能有时间完成最后一步的，就只有你。当年我爹死后，我娘知道阿全会追杀我们，就安排二姑和姑父当着阿全的面，假装把我埋了。造的什么孽呀！行了，快埋吧，他在后面看着呢。畜生！之后，我被卖到了燕春阁。从那以后，替爹娘报仇，支撑着我活到了今天。代我向刘姐姐赔个不是。虽然我也不指望她能够原谅我。院子里的花，以后还得拜托她照顾。庆云，不要摘花。刘姐姐，这花会一直开着吗？傻瓜，没有什么花会一直开着，即使开得再艳，也总是会谢啊。哦，那这些花即使再开，也不是同一朵，还是及时摘了的好。